不过再怎么困难无比，萧炎也要迈出这艰难的步伐，朝着神之路的深处一步一步的走去。神斩前辈是什么办法？萧炎小兄弟，如今你是什么灵魂境界？祖龙族的大神斩双眼看向了萧炎，问道：主境灵魂？才主境灵魂吗？想要控制神火的力量，你的灵魂境界必须要达到神境，不然的话，你的神力和灵魂都会被那道神火吞噬，自身也会有着危险。大神斩喃喃道：神境灵魂吗？对于神境这个灵魂境界，萧炎也是知晓，那乃是灵魂修为的最高境界。传闻拥有神境灵魂的神奇，其实力就算不到序列神，也有着堪比序列神的实力量。而如果实力已经突破到了序列神，那么再把灵魂突破至神境的话，可以拥有堪比准天位神的力量。如果日后将自己的神境灵魂纳入神界天位之中，就有可能进一步的蜕变，让神境灵魂彻底的质变成神魂。一旦神魂炼成，那么就能够突破第一序列神之上，成为更强大神圣的天位神。只有迈入天位神的位列，才能够在第一等级世界之中站稳脚跟的神奇强者。不然以序列神的神奇，虽然在第二等级属于最顶尖的存在，可是在神界序列神的力量可还远远不够的。唯有纳入天位，成为天位神，才算是迈入了神奇强者的行列。小贝在主境灵魂已经停滞了很久很久，也很想有所突破，可是一直找不到提升灵魂修为的机会。大神斩前辈，难道有什么资源可以让我的灵魂修为提升至神境？灵魂到了主境之后，的确很难再有着提升，这也就是为什么灵魂修为很多修炼者都会放弃，只有极少数的修炼者才会主修灵魂力量。因为灵魂修为比起神力修为相对而言会难以修炼一些，何况是提升灵魂境界，那是更加遥不可及的存在。大神斩一声大笑，然后意味深长地看来一眼萧炎，笑道：自然，我祖龙族的确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的灵魂修为突破至神境，当然想要突破神境灵魂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事，除非你有着灵魂的天赋，再加上本身的强大意志力，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有着突破的机会。神斩前辈所说的地方是哪里？萧炎疑惑地问道。这个地方祖龙墓，其中有着历代先祖之魂所残留于其中，其中大多数也都是主境灵魂，不过也不乏有着一些先祖之魂乃是神境灵魂，所以如果你能够在其中获得一些神境先祖之魂的加以指点，再吸收里面的灵魂本源，必定能够让你的灵魂修为提升许多。虽不说是能否突破至神境灵魂，但是一定能够让你如今的灵魂修为达到主境巅峰。萧炎一听，整个人都是极为的兴奋与激动，没想到竟然有着这等好事让自己遇上。看来祖龙族里的神之资源也同样无比的丰富。当时没有进神器联盟，对于萧炎来说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。当时如果进入了神器联盟，怕是也没有如今这般成长也说不定。自己的修炼之路或许早已经在命运之轮的安排下轮动着，当下的才是属于萧炎自己的修炼之道。多谢极为神斩前辈如此看重小辈，再次小辈对你们感激不尽。萧炎激动的脸色也是出现在自己那瘦削精致的脸上，对着他们拱了拱手感谢道。不过对于祖龙族的这几位神斩闻言，给到萧炎这些神之资源也是他所应得的。这一次的灭族之战，要不是萧炎出手力挽狂澜，或许祖龙族已经危在旦夕了。萧炎心想着，如今自己的修为还只是第3序列神，按照大神斩所言，必须将自己的灵魂修为突破至神境灵魂，才有着与祖龙族中那被分裂封印住的神火之力抗衡。同时只有突破至神境灵魂，才有机会纳入神界天位，不然的话，不管自己吸收了多少神元之气，没有神界天位的认可，你依旧是无法突破成为天位神。这就好比最强主宰突破成神，需要神骨容纳神之力量，而突破天位神就需要将自己的灵魂修为突破至神境。只要神境灵魂成功蜕变神魂，那么就能突破天位神，成为第一等级世界中真正神奇强者的位列。祖龙族的几位神斩如此培养萧炎，除了他身上拥有祖龙的血脉之外，最重要的就是他对火焰的那一份极深造诣。此前见萧炎施展出2道火焰的时候，就已经知晓了萧炎的不简单。对于一名神奇能够容纳2道火焰，就已经是非常震惊的事情。基本上任何一位神奇也都无法做到让一身容纳多种火焰。可是这位年纪不知道比他们小多少的萧炎，却是出乎了他们的意料之外。他们也已经知晓，萧炎的身上除了幻虚神火之外，那另一道绚丽的火焰应该就是圣火了。只不过这道圣火乃是融合了斗气大陆上22道异火和大千世界上20道圣火诞生出的更加强大的圣火。一人的身上存在于2种火焰，不管被谁知道了，都会震惊无比，因为那可是连传说中5重天位神的神奇强者都是无法做到的存在。想到这里时，他们也愈发的觉得萧炎怕是真的不凡。对于祖龙族的这些资历极高的神斩们看来，此子身上应该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他们也同时在猜想萧炎的真正身份，一位来自下等级世界的生灵，怎么可能会如此的惊艳无比？那么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萧炎的身份极为的不简单，所以他们才将祖龙族的一些稀有的强大资源供给萧炎修炼。
如果真的在祖龙墓之中获得先祖之魂的指点，那么萧炎的灵魂修为必定会更上一层楼。当然，能够突破神境灵魂，不仅是萧炎所希望的，更是祖龙族的所有神兽强者都希望萧炎能够突破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解决万兽之心被那道分裂封印后的神火所吞噬的危机。毕竟，经过数百万年的时间，那道神火的力量早已经今非昔比。为了能够破放，直接是吞噬吸收万兽之心中的兽心本源。如今也就是因为如此，祖龙族的底蕴才没有大幅的进展。这就是祖龙族的硬伤。要不是万兽之心受到神火的吞噬，他们祖龙族就会达到全盛时期的底蕴。除了祖龙族，相对于神龙族和圣龙族也是如此，因为他们的万兽之心同样受到了神火吞噬。不然以神龙族的野心，早已经对祖龙族下手，将其彻底在万兽神界除名。如今迟迟不出手，或许就是因为万兽之心的原因。所以在见识到萧炎对火焰的造诣之后，他们也是决定培养这位未来极有潜力的真正强者。虽然神火是大周的神物，每一位神奇强者都对此有所垂涎，可是他们深知道，如果强行收服，那么这对于自己就是一个下场，那就是玩火自焚。神火的火神本源过于的强大霸道，能够连三名四重天位神的三龙都无法与之对抗，就足以说明这道天降火焰的威力是多么的恐怖。而且他们这些神兽强者基本就是惧怕神火的力量，因为能够让神兽变强的不只是神物神火，他们的实力皆是来源于万兽之心。只有将万兽之心的这难题解决掉，那么他们这些神兽强者的实力也会就此提升。所以说，神火对于万兽神界的所有神兽强者而言，神火是一个危害，对他们绝对是一个大大的威胁。但是对于万兽神界之外的那些神奇强者来说，神火便是他们势在必得、纷纷必抢的神物。甚至一些神奇强者为利奥得到神火的力量，直接是强行将其收服吞噬。所以结局不出意外的将那吞噬神火的神奇强者彻底的焚烧殆尽，连神体和神魂都焚烧成虚无。可是面对着如此霸道恐怖的神火，维利奥得到神火的力量，大部分的神奇依旧是对神火垂涎十分。也不难看出，萧炎获得幻虚神火之后，不仅让自身的实力从最强主宰突破成神，并且还以第三序列神的实力击败第一序列神的先天神，以及战平第一序列神巅峰的李龙。这还只是9道神火之中排名第9的幻虚神火而已。如果是排名比较靠前的那些神火，怕是其力量会更加的难以想象。如果萧炎真的能够将万兽之心中的神火收服，那么对于整个祖龙族而言乃是最好，说不定他们的实力因此也会再上一层楼。但为了让萧炎能够加大几率去收服万兽之心中的神火，祖龙族的大神斩也决定让萧炎进入祖龙墓之中，获得其中先祖之魂的灵魂本源，让其灵魂修为突破到神境灵魂。只有达到神境灵魂，才能够有着抵抗那道神火的力量，不然的话，以萧炎第3序列神的实力，很快就会被神火吞噬也说不定。况且如今的那被镇压封印在万兽之心的神火，吸收了兽心本源，其火神本源怕是更加的强大无比。唯有将灵魂修为提升至神境，也就是灵魂修为的最高境界，方才能够抗衡住那道神火所释放而出的火神本源。萧炎小兄弟，无需这么客气，你与我们祖龙族本就有缘，日后成为一名天位神使，就是你任命祖龙之位之时，我们希望你能够在这一次的祖龙墓之中提升灵魂修为，为我们解除万兽之心的那一道巨大隐患。祖龙族的沈大神斩则是将所有的希望放在了萧炎身上。对于萧炎闻言，他们的希望仿佛是一个重担压在自己的身上一般。不过既然对方如此看重自己，培养自己，就算再大的重担压在自己身上，也要全力以赴的熬过去。虽然他们不让萧炎说感谢的话，不过来到祖龙族之后，他们则是一心培养萧炎，让萧炎能够成功服众，突破天位神，任命新祖龙之位。只有这样，他们的祖龙族将会走向曾经的辉煌，甚至超越也说不定，完成当年祖龙的最大心愿，守护祖龙族。不然祖龙族之中这么多神兽强者，其中不乏有一些会觉得萧炎的实力太过低下，无法任命祖龙之位。到时候以大局观来说，就算祖龙族的几位神斩给萧炎说好话，也无法说服众神兽的那些强者。所以为了这一方面，祖龙族的几位神斩也是做出了决定，开始用实力来震慑祖龙族的神奇强者。再则以萧炎的天赋，一旦在祖龙墓之中获得灵魂力量的提升，那么他们的第2步就是让萧炎解决万兽之心的隐患。如果这一道隐晦真正得到解决的话，不服众怕是也不行了。所以这也是祖龙族的几位神斩对萧炎的豪赌。如果赌对了，对于萧炎还是祖龙族将会彻底的改变，走向辉煌之路，让祖龙族不再群龙无首。因为新任祖龙正在蜕变，而他就是炎帝萧炎。3日后，我派人便把你送入祖龙墓之中，能否在里面获得强大的灵魂本源，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大神斩也是一脸对萧炎的期待。这位不凡之人，下次从祖龙墓之中出来的时候，不知他的灵魂修为能否突破到神境。闻言，萧炎再次对祖龙族的几位神斩拱了拱手，也是对着白炭微微一笑，心想着如果这一次能够顺利
将灵魂突破神境，那么对于自己的炼药术也会有着提升。按照第一等级世界中的炼药师等级划分，萧炎的炼药术怕是已经达到了9品药仙层次，而9品药仙之上便是药神。一旦成为药神，在第一等级世界之中都是属于数一数二的炼药师，而拥有药神的炼药师走到哪里都是蓬荜生辉，因为来自药神的号召力那等威望，都足以堪比一些超神势力的存在。所以不管在哪里，炼药师都极其的吃香。一些炼药术极高的炼药师都会被无数神势力以及超神势力所邀请，那给出的条件和回报，想都不敢想，那就有劳神斩前辈了。萧炎有些激动，自己的灵魂修为停滞在主境已经很久，今日终于是可以有着提升灵魂修为的好机会。一旦自己的灵魂突破到神境，那么萧炎就离天位神的领域就更进一步了。经过之前的天神山之仇，萧炎对于追求更强力量的渴望也变得格外的明显。天意神君，你给我等着，日后我必定会加倍奉还。萧炎的拳头微微握紧，眼瞳中闪过一道金芒，并且带着极其强大的杀意。好了，接下来萧炎小兄弟好好休息一番，3日后祖龙墓见。说着，祖龙族的几位神斩便是起身，对着萧炎微微一笑，最后消失在后山之巅，留下萧炎和白炭2人。见几位神斩的离去，白炭赶忙问道：萧炎兄，3日后的祖龙墓，我们可是很看好你哦。我尽力而为。2人在后山之巅有说有笑，也是将桌子上的美酒全部干完。最后在酒精的作用下，萧炎感觉到自己的身躯有些不受控制。不过对于一位神来说，这点酒精并不有所影响，只要稍微催动神力，便是能够让体内的酒精瞬间蒸发。3日时间悄然而过，今日就是萧炎进入祖龙墓的日子。这一刻不仅是萧炎非常的期待，就连祖龙族的其他神兽强者也同样如此。那是因为祖龙族万兽之心的隐患已经困扰了他们很久的时间，一旦万兽之心被神火彻底的吞噬，等待他们的就是一场祖龙族的灾难，而只有眼前的这个人才能解决这一场灾难。不过想要彻底解决，祖龙墓便是萧炎的第一步，提升灵魂境界。在这1日的清晨，萧炎便是在祖龙族的几位神斩和核心强者带领之下，来到了一座巨大的建筑之前，汇聚了诸多的神兽强者。这里位于祖龙族北部的最深处，伫立着一座巨大的建筑。这座巨大的建筑背靠山腰，悬空而立，四周被成片的古木掩映着，显得十分飘渺。底下淙淙泉水绕行而过，在夜色的映衬下更显清幽与肃静。与祖龙族别的建筑有所不同，它是由石料砌建而成，而是一种闪着紫色金属光泽的石料，坚实中透着一股灵动，这就是极其罕见的紫星矿石，储存量极少，对灵魂之力的保存和传递则是有着非常好的效果。这巨大的建筑便是祖龙墓，乃是当年祖龙族的那些先祖偶然获得一处紫星矿脉，花费了不少的气力方建成此祖龙墓。此时祖龙族的大神斩便是对萧炎轻声的介绍着，语气中透着难以掩饰的自豪，竟然以如此罕见的矿石建造出这么庞大的祖龙墓，祖龙族先祖当年的威风还当真极其不凡啊！萧炎仰头观望，不由啧啧称奇道。闻言，祖龙族的药族族长也得意连连，指着殿堂继续介绍道：此祖龙墓乃我们祖龙先祖的得意之作，能从当年那一场天古浩劫中幸存下来，是我祖龙族莫大的幸运啊！祖龙墓中都是我族历代高阶天位神的灵魂印记，总共分3层，以难度划制。而自那一场天古浩劫之后，我祖龙族也是日渐衰微，高阶天位神也是越来越少，所以能留在这祖龙墓中的灵魂印记也开始减少。第1层的灵魂印记怕是已经所剩无几了。祖龙族的大神展叹了口气，继续介绍着祖龙墓内的一些情况道：那么在第2层的灵魂印记基本在主境巅峰，因为随着陨落的时间越久，他们的灵魂修为也是会逐渐的减弱，甚至有些只有主境初期，甚至还有圣境巅峰的灵魂印记。以萧炎小兄弟，你的灵魂目前只是主境后期，万不可依次激活多个灵魂印记，不然的话将会受到多道灵魂印记的攻击。而第3层的灵魂印记则都是由高阶天位神所留下的，他们原本乃是神魂，但是不管你的神魂多么强大，在失去了神体后，神魂又没有得到恢复，凝聚肉身，在如此久远的时间长河的流逝下，神魂的力量也会慢慢的消失，从而跌落至神境灵魂。神境灵魂对于你来说简直是天差地别，神境的灵魂力量可不是主境灵魂能够比较的强大存在。如果你到了祖龙墓的第3层，那其中的灵魂印记不是准神境灵魂，就是神境灵魂，对你来说无疑也是相对的危险。一旦进入第3层，你的识海将会被其进入，能不能熬过这些祖龙先祖的考验，就得靠你自己了。如果无法通过其中的考验，那么你的灵魂也将会留在其中。所以你还要进去吗？
大神斩此刻也是极为严肃的讲解，将祖龙墓之中的情况皆是一一说了出来。萧炎闻言，也是对祖龙墓提起了兴趣。天古浩劫竟然能够让诸多祖龙族的高阶天位神都陨落，难怪如今的祖龙族虽为万兽神界的3大超级神兽族之一，可是其中却没有5重天位神的神兽强者，想必这就是原因了。只是让萧炎感到震惊的是，那天古浩劫究竟是什么样的大战？如此多的高阶天位神都纷纷战败，那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种种心中的疑惑，萧炎也想不出一个答案出来。毕竟他不是生于那个时期之人，不然的话，恐怕他也会与这些祖龙先祖一样，都会在那一场天古浩劫中陨落了吧。不过这个关于天古浩劫的事情，萧炎并没有多问，毕竟就算目前自己知道了，也无法改变结局。日后等自己变强了，自然会了解天古浩劫背后的真相。萧炎直接点点头，就算这祖龙墓之中有着危险，他也会选择努力向前。想要成为真正的神奇强者，可不是退缩，而是勇往直前。见到萧炎的回答，祖龙族的大神斩再次嘱咐道：记住，进这祖龙墓要坚守本心，其中一切的造化皆看机缘，不要强求，不然的话就会被其中的灵魂力量所反噬。萧炎向着祖龙族的几位神斩微微抱拳，以谢次元之恩，再对白炭以及其他祖龙族的神兽强者微微一笑，这才踏风而起，直接掠进祖龙墓之中。而随着萧炎的身影消失在祖龙墓的大门后，祖龙族的所有神兽强者也都是露出一抹期待之色。他们的期待就是萧炎在其中能够有着机缘，让其灵魂的力量突破到神境。萧炎兄，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。白炭心中暗自的嘀咕道：萧炎小兄弟，你的天赋实属是难得一见，希望一切都能顺利。万兽之心的隐患，日后还得靠你了。祖龙族的大神斩的目光也是望着祖龙墓的大门望去，也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位萧炎的身上。毕竟连祖龙大人都看上的小家伙，那么自然也会非常的出色，并不会让人失望。不仅是大神斩，就连2神斩和3神斩也都非常看好萧炎。此前在见到萧炎的眼瞳之中透露出坚毅之色的时候，就对他有着非常欣赏之意。祖龙墓内，萧炎在第1层之中便未发现有什么灵魂印记，直接选择第2层，将其推开那沉重的有些超乎想象的第2层大门后，也是对着四周举目四望。祖龙墓里灰蒙蒙一片，空荡荡的，什么也看不到，什么也没有。这一刻，萧炎就如身处一片遗弃之地，荒凉的让他不由错感自己是不是来错了地方一般。这就是祖龙墓的面貌吗？而且随着祖龙墓的大门缓缓关闭后，仿佛切断了与外界的所有联系，眼前骤然变得漆黑一片，黑得像浓墨一样，伸手不见五指的赶脚。似乎在这座祖龙墓之中，所有的光线都会被其中的特殊能量所吞噬，没有任何的光线。一般情况下，一名神奇虽然会受到昼夜交替的影响，但影响并不是很大，更不可能出现两眼如盲的情况。可现在，萧炎身为一名神奇，一个受过火神本源的淬炼，其视力比寻常的神奇更加要好，竟然都无法看清3尺之外的区域，这让的萧炎如何能不心惊呢？这突如转变而来的情况，萧炎完全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，他的身子陡然一僵，刚刚抬起的右脚就那么悬在半空中，哪里还敢朝前方迈出？难道是一时没有适应的缘故吗？萧炎暗暗猜测。不过萧炎很快就否定了这个猜测，即便是因为一时没有适应的缘故，那也只是一刹那的瞬间，但现在时间已经过去好片刻了，情况却反而并没有出现丝毫的改变。紧接着，萧炎谨慎地放下抬起的右脚，纹丝不动地站立在石门后，静静等候着四周的一切变化。萧炎还以为这座祖龙墓会有一些灯光亮起，或者会有夜明珠之类的东西，能给人视觉和心灵上带来光亮，至少也会让人对这未知之的稍微有些心安。结果却是不然，过去了好大一会儿，祖龙墓中依然实是一片漆黑和死寂，只有自己那砰砰的心跳声显得格外的清晰。萧炎的眉毛微微上挑，对此他也感到非常的意外，觉得有些很不可思议。这比没有光亮更让他感到不安和匪夷所思起来。我真的怀疑，这到底是祖龙族的祖龙墓，还是祖龙族的流放之地？萧炎也是一头雾水的摇了摇头，脸上一阵苦笑。隐隐间，他觉得此地也是相当的诡异，必须要尽快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才能应对接下去无法预知的种种危机。萧炎收起心里的那份不安，食指攥紧，然后再慢慢放松。刚刚一直有着急促的呼吸声，才随着节奏的吞吐而变得略微平缓了一些。这地方看来的确有些危险，其中怕是有着刻意隐藏起来的强大灵魂。萧炎也是忍不住开始对此地有些分析起来。现在在这个漆黑的空间中，这种寂静到连自己的心跳都能听得清清楚楚，萧炎的头皮都有些发麻起来，身子竟是都感到发了，越发觉得这祖龙墓透着十分的诡异之色。祖龙族的那些先祖倾全族之力建造的祖龙墓果然非同一般。自从踏入祖龙墓的大门之后，这里的一切都是让人感到非常的不安。不过对于萧炎的强大心性，也慢慢收敛起自己的心绪，小心翼翼地再度迈出自己那缓慢的脚步，开始在祖龙墓之中开始探索起来。祖龙墓内似是没有尽头一般，萧炎轻磨脚步，在这道黑暗空间中漫无目标地走了很远很远，却依然没有看到任何的东西，也没有碰到建筑间的墙壁，甚至连自己是不是像在沙漠中不停绕圈也都不知道。
萧炎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没有方向感的走着，只能听到自己那砰砰的心跳声和脚下发出开的踏步声。渐渐的，萧炎甚至能隐约听见自己的血液在血管中流过的声音，而且越来越清晰，最后竟变得像山涧的溪流一样哗哗直响。很快，萧炎又突然觉得自己有些烦躁起来，心绪特别的不安。萧炎再也忍受不这等压抑之感，既然目不及数尺，那就用自己的主境灵魂探路吧。想到这里，萧炎便是将自己的主境灵魂的力量从识海中喷薄而出，朝四面八方极快的弥漫开去。随着主境灵魂力量的施展而出后，如云霞蔽空，笼罩的速度很快。结果不好的事情便是发生了，因为只要释放出强大的灵魂力量，便是能够将祖龙墓之中的灵魂印记激活。如果按照刚刚萧炎是放出大范围的灵魂力量去探知的话，说不定可能会一次激活多道灵魂印记。谁知道在这茫茫空间里，到底隐藏着多少强大的灵魂印记？心中如有一道闪电划过，萧炎的脸色也是为之大变，心念一动，瞬间召回自己的主境灵魂力量，主境的灵魂也是迅速的被收回体内。可这一切都是晚了，尽管萧炎的反应已经称得上极其迅捷，对灵魂力量的控制也是相当的极其精妙，但这祖龙墓的第二层里，灵魂印记也实在太多了。不过在主境灵魂释放出的一个呼吸间，便是有8道灵魂印记被萧炎的主境灵魂激活，从黑暗中浮现了出来，如风中的烛光般悬浮不定。但是就这么8道看似随时都会泯灭的灵魂印记所发出的灵魂力量波动，却是让这寂静的空间里搅动了漫天的风云。